来的妖娆。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？问天无语，月儿笑。花园相望人寂寥，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。寒雨过，夜未央，天出现一丝光亮。牧笛箫声起，山河岁月催人老。一腔深情无以报。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。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。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。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老板，这是茂生死亡的报价啊，放到我桌上。哎，好。老张，哎，老板，今天把湖州的账结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办。老板，铜锣板的样品到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啊，当然。好，老板，克劳迪先生那边您下午要去吗？啊，去。好。老板，有人找。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啊，来上海开商号的陕西人本来就不多，何况新英兄这等人才，一问便知啊。不知道杜老板此次来上海，所为何事？哦，我受贝勒爷之托来上海置办些洋货。哎，新英兄。你爹他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这趟来上海问你住在哪儿，他竟然对我守口如瓶。啊，我爹他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，这大半年呢，我东奔西走，这不也刚刚落下脚，所以还没来得及通知他。哦，那新英兄在上海做的是什么生意啊？这都大半年没什么生意上门了，也愁死我了，都快关门了。不能够啊！我看伙计在外面窜来窜去的，这挺兴旺的呀。都是几百两银子的小生意，糊口都不够啊。老板，二少爷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慢走。老板，他们是我们的新客商吗？不是，你记住了，凡是以后这两个人过来问我们的生意状况，什么都别说。为什么？他们是真正的毒蛇。停车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这就是上海的外滩。这位二少爷啊，还真的是不太老实。他防着咱们呢。回头你找人从侧面打听一下，问问他的生意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好。
沈星移和洋人到底做了多少生意，我查不到。但是我通过江湖上一个开镖局的朋友那儿打探到，今年上半年，沈星移通过镖局从湖北往上海运了5000包生丝。5000包？是。如果以1包320两来算的话，那一共有160万两。他卖给洋人，就算只赚20%，也有32万两进账。看来你那个陶掌柜说的没错，沈星移的确赚了30万。我还听说，沈星移定的镖局下个月的档期，他还是打算从湖北往上海运生丝，这次是2000包。那他还跟我哭穷呢。看来这个二少爷啊，真的不太老实。星移兄对这个感兴趣？跟洋人做生意，当然要知道他们怎么来的，怎么想的。这些洋人的言论都自以为忠直，其实都是一知半解。找我有事啊？你这椅子很舒服。再舒服，你也得给我起来。星移兄，这趟我来上海，除了帮贝勒爷置办些洋货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任务。贝勒爷要在上海开商号，并且与一些上海有实力的商号合作。虽然你这里做的小生意啊，一年到头挣不了什么钱，可我想啊，我们在金洋合作的还算默契吧，所以我向贝勒爷建议，还是跟你合作算了。多谢贝勒爷的垂青，也多谢杜老板的推荐。只是我这点小生意实在是上不得台面，所以还请你那个贝勒爷另寻他人吧。可二少爷，你心里清楚，龙生河与沈家有协约，沈家所有的产业，龙生河都得占股30%。我虽然现在还姓沈，不过是被我爹撵出来的不孝之子，所以我这家新月贸易行与沈家无关，那么更加与龙生河无关。星移兄，你知道跟龙生河合作，只有利没有弊。至于利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。你现在做的这点小生意啊，一年到头也就几十万两进账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贝勒爷助你一臂之力，进账可远远不止这个数啊。第一，这里是租界；第二，我打交道的都是洋人，所以你那个贝勒爷即使再神通广大，恐怕也帮不上我。星移兄，我还记得多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一见如故，惺惺相惜。谁都有年少无知的时候。可我一直对你很欣赏。杜老板对我的欣赏，恐怕只是刀俎对鱼肉的欣赏。
送来的密件。夫人到上海了吗？应该到了。打探一下，住在哪家客栈。是。春信，看这个路这么宽，这么平啊！对啊，你看那楼怎么那么高啊？这么多洋人啊！哎，看那个洋女人，看那个洋女人穿的，穿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看得我后脖子都凉。少奶奶，真没想到这里这么繁华。我跟你进去看看。这一条街上走过的商号已经有20-30家了。去那儿看看。哎，你说这街上怎么立着这么多高的柱子呀？不知道哎，因为上面还牵着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晒衣服的。谁晒衣服爬那么高啊？这大上海果然繁华。我们一路走来不到半里，我算了一下，共有商家300多家。这300多家，有100多家是我们在泾阳见过的门类，另有100多家却是闻所未闻。我觉得这100多家商家里面，倒有30家，我们可以原封原样的在泾阳复制。不，我倒是觉得，全部都可以复制，只不过时间有先后而已。沈老板，您右手缠着沙袋，不太方便，要不您说我写？这样啊，那也好。沈老板，您请说。赢。岁月如史，疏忽年余。终不见汝只言片语，五星奇迹。吾美亦汝，辗转难明，情难自禁。与汝相识，实乃3生之幸。然有幸，却非有缘。吾与汝相隔千里，却是万里衷肠。只盼两心相知，不负韶华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真的是你？是我。真的是你？是。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。我来看看你说的这个泾阳以外的世界。
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。我带你出去看看。好。你看前面这家陈广记珠宝行，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，而且老板与我很相熟。来，这里你应该好好看看。香港、上海汇丰银行。什么叫银行？类似于我们那边的钱庄，但是呢，比钱庄更加灵活，业务范围也更广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当然了，跟我来。明凯先生，嘿，沈先生，哦，你这，请，你的手没有问题吧？放心吧，没关系。OK， 好 ，Please， 请坐。沈先生，好久不见，你有什么事？明凯，这位呢是陕西机器织布局的会办。哦，陕西机器织布局，我当然知道。嘿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哦，请坐。夫人愿意成为我们的客户吗？我？对呀，因为我们非常愿意为夫人这样的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。服务？对。最近夫人需要现银吗？你现在只要有陕西机器织布局的股份作为抵押，100万白银我们都可以提供。他是想买我们股份？啊，不是，他是说拿你们的股份过去抵押，100万金额之内，他们都可以贷款给你。看，这就是大海。海的那头是哪儿？是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有更多的机会，更多的财富，还有更先进的文明。你看到那艘货船没有？西洋的货物就是通过那艘货船运回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的货物呢，也是通过那艘货船再运到美洲、欧洲。那最远能去到哪儿？世界地图上有的地方都可以去得到。世界地图？逛了那么久，你肚子饿不饿？我请你吃西餐。西餐是什么？真没想到会发生那么多事情。四叔虽然不在了，但是还有我。爹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，爹说的都是对的。想做什么，立刻就要去做。所以你就来上海了。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上海吗？在金阳惹你爹生气了，被你爹赶出来了。我来到上海呢，一方面是想为我们沈家谋求另外一条出路，以免受到龙生河的挟制；而另外一方面，我真的是想把新月贸易行越做越大，挣很多很多的银子。
这样一来，我就足够有底气跟我爹谈判任何的事宜，包括娶我最爱的女人为妻。神，克劳迪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从陕西来的吴夫人，是我的好朋友。这位是克劳迪，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夫人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克劳迪啊，你真是来对了。这位吴夫人呢，她是陕西非常厉害的商人，她这次来上海，就是想寻找新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你们可以好好认识认识。那这是我在上海的洋行的地址，你有空请过来看看。啊，好，一定前来拜访。我订的船15天之后就起航了，我的生司怎么还没到上海呢？这点你放心，你的生司已经到江西了，7日之内必到上海。太好了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耽误的。我告辞了啊，慢走。你在和洋人做生意啊？是啊。很麻烦吗？其实大部分洋人呢都是讲道理的，而且也讲诚信。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契约，一旦签字画押，一定要遵守到底。那他们喜欢中国人什么东西？只要是赚钱的，他们都喜欢。洋人这么实在。这菜摆得跟画似的。哎，筷子呢？就用刀叉。啊？学着我。生的，我这怎么拿不开呀？早知道我自己带把好刀来。哎呀，行了，来吃我的。还行，挺好吃的。啊，我自己来。对了，我寄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 2封都收到了，都收到了。那你不回我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回就不回吧。你能来上海，比回我电报还开心。你别高兴太早，我不是为你而来的。那你是为谁而来？我是为生意而来。我就想来看看，能不能把吴家的货品卖到你说的世界去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 玛莎 Today is my birthday. Would you like to dance with me? OK。试试看。
不行，不会跳。这种叫华尔兹，现在上海的洋人都会跳，它不只是舞蹈，也是一种交际。不行，我都学会了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人太多了，怕我吃了你。是这样吗？我到了，谢谢你，今天陪了我一天。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再来接你。明天？明天我再带你去几个好玩的地方，再介绍几个洋商朋友给你认识。好，那明天见。哎，等等。我的洋商朋友告诉我，说这种花一定要送给自己最爱的女人。明天还有更多惊喜给你。吴夫人，找我？哦，这边有您一封信，陕西来的，还是加急的。啊，谢谢。少奶奶，我觉得沈少爷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我也说不上来。而且今天你们俩跳舞的时候，简直是般配极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察言观色我还是懂一点的。小心我撕了你的嘴！你要是撕了我的嘴，可就没人跟你熨衣服了。熨衣服？对啊，明天沈少爷还要来找你，你总不能还穿这身吧？得穿新衣服。你说，明天我是穿哪一套？我觉得两身都好看。我总不能把两套都穿上吧？总得选一套。哎呀，这我哪会选啊？真没用。是呀，要是韩夫人来了就好了。陈杏儿，帮我找个东西来，我要把这花养起来。那你慢慢选，我去找个东西插上它。
花盆是他们家祖传的，我可是说了好多好话。少奶奶，这是怎么了？少奶奶，花插好了，扔了。什么？扔了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请问一下，陕西的吴夫人住哪间房？吴夫人一行已经结账离开了。走啊！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老板，童老板来电报说，我们那2000包生丝被江西官府给查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老板，杜老板他要见你。就说我不在。好。老张，哎，来了。给我致电童敬父，穷尽一切办法，也要让官府放行。中间需要打点的所有银两，由我们来承担。务必要把2000包生丝按时给我运回上海。好的，我明白。没用的，不能进，老板说了不能进，不能进，不能进。你们这。你们先出去。二少爷，是我让人扣下那批生丝的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我不开口，没有人敢放行。你倒是够坦白啊！你之前不说过，在上海做生意，贝勒爷帮不上什么忙吗？也许在租界是这样，可一旦出了租界，只要是大清朝的土地，贝勒爷什么忙都能帮，包括盗忙。你开个价吧。新月贸易行3成股份，只要你同意，江西官府马上放行。请回吧。二少爷，2000包生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！你太小看我了吧？区区2000包生丝，我赔得起。好。你昨天还跟我说没有问题。我也是刚刚才收到的电报。你想办法啊！你是中国人，你一定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情况。这个后面有些背景的。
什么背景，就是要发那个银子吧？那你给他们，如果你出不起，那就让我来啊，克劳迪。这件事情不是说银子就可以解决的。那还有什么问题？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。那我怎么办啊？没错，是我违约在先。按照契约上所写，我赔你双倍定金。我不要双倍定金，我要我的生死。克劳迪，我现在真的没有生死给你。我的货仓已经定了，我的船快开了，取消不了。货仓的钱我可以赔给你。这2000包生丝，我在欧洲已经找好了买家。如果我不能如期交货的话，我的竞争对手就会趁虚而入，我在欧洲的信用会大打折扣。这损失算谁的？你以为我就没损失吗？我除了要给你双倍的定金以外，那2000包生丝我可能永远要不回来了。神，我以为你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，我没想到你也是一个不讲信用之人。我骚人暗算，我现在也没办法了。我再不相信你了。克劳迪，我向你道歉，该赔给你的银子我明天就找人送过来。你只是损失银子了，我是损失牌子了。你再加10倍赔偿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，有50生意。你们不配跟我们做生意。对不起。滚！老张，老板，我们需要赔克劳迪洋行多少钱？克劳迪当初付了我们1万的定金，现在我们不能如期交货，按照协约，我们要赔偿2万两银子。我们账房还有多少钱？还有38万两。如果现在就派人去湖州收购生丝呢？现在就到湖州去买生丝，来是来得及，可是湖州生丝的价格比湖北要高出许多，不然当初我们也不会舍近求远啊。这样，你马上就派人去湖州收购，不管他们价格抬多少，给我买够2000包。38万两，最多也就只能买1000包啊。先付定金呢？我们货要的这么急，人家一定是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。行，那我去银行借钱，相信凭我们陕西沈家的招牌，怎么也得值个几10万两银子。老板，我们现在到湖州去买生丝，然后交货给克劳迪，我们至少要损失7、8万两银子，那还不包括被查扣的2000包生丝。老板，依我之见，还不如赔偿克劳迪2万两银子作数。做人当言而有信。我既然答应了他在11月初5之前交货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可是，老板，唉，官府把你的生丝还给你了吗？并没有。那你拿什么交货？我已经派人去湖州了，就在当地采买。你放心，7日之内一定将2000包生丝一包不少的运回上海。湖州的生丝怎么也要350一包。我知道。那你还去？如果我赔你2万两白银，可能大家从此以后就互不相欠了。但是在你眼里，我永远都是一个不守信约的骗子，这是我不能够接受的。为了证明我们中国人跟你们一样，守诺重信，爱惜名誉，所以，我一定要把2000包生丝送到你的手中，不惜任何代价。神，你真是一个好人。我收回我今天说的那些话。但是，怎么了？在你走之后，有人愿意为我提供2000包生丝，所以我现在不需要你的交货。怎么那么快？我也觉得很巧。他们刚好是主义生丝的商家，所以只有那方面的门路。他们是谁？
不是你给我介绍的那个朋友，是那个陕西吴家那位夫人。几番缠缠绵绵织成面，我问思念应从哪边采，一轮明月升起来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，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